他是不是往我们这边走过来啊？哈，他好像是先催吐吧。照理来说应该要吐出些东西，但我就是一直干呕，越想越觉得不舒服。像我们现在3个人靠这么近，但是我是看不到你们2个人，一下去就基本上找不到尸体。哇，那个晚上我真的觉得他们可能要把我带走。钱哦。今天要来讲，这是你从未听过的鬼故事。你好，我是今天的主讲人企鹅。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2位来宾，要来讲他们的真实经历。我是陈伟。你有听过一个台中已经荒废的乐园，叫做卡多里乐园，就是红衣小女孩那一个。对对对，其实我大学还没有出柜，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室友都是很直男，然后我就想说要跟他们一样，不要在那边假装害怕，然后他们就说要去卡多里探险。你们真的去了？对，我的室友就他还带了2个他念军校的朋友，所以我们就一群人，然后开车过去。大概几位人？我室友1个，然后再他2个，所以加我4个。还是4还是一个很诡异的数字。等一下我怎么跳出来一个蹦的声音，有点可怕。所以你们是从台北的学校开车到台中的卡多里乐园？哦，没有，我那时候在埔里念书，所以我们是去台中玩，然后我们就开车过去这样。然后当天他们就是说要拍灵异照片，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这个行为好像不太尊重人家。我懂，因为大家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有觉得自己很勇，然后想要证明自己很厉害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想说 ，OK， 我虽然觉得有点怪怪的，但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就负责拍他们几个，就会在那边闹这样子。对，反正我们就是到了那边之后，然后他们就开始说要拍灵异照片，就像是假设说我们4个人嘛，然后我负责长镜嘛，所以2个人拍照嘛，他们就会有1个人躲在躲在旁边勾肩搭背，然后但是有另外一只手对，然后有一只手这样子。插出来这样子，对，然后不然就是站后面一点点。我记得好像大家都穿比较深色的衣服，因为那个地方现在已经荒废，对，它很黑，他就是会故意露出一张脸，可能在附近。然后我就在拍照的时候，我还要故意点那个光源在那个焦距上面，然后让它很糊这样子。对，然后我还要把它往下拉，但我其实就觉得很无聊，但他们就想要拍这种照片，然后我就想说。好吧，然后我们就去拍。我们好像拍了大概一阵子之后，它有个很大的围篱，对，然后我们就无聊，我们就去那个围篱看里面有什么，就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围住这样。然后我们就往里面看的时候，就赫然发现它是一个圆形的围篱，所以你就看到正中间有一个疑似人影的影子在那边。它是有东西吗？就是影子而已。对，你可以感觉出有个人站在那里。可是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有很诡异的感觉，就是很像是那个影子是在看我们。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心里有点毛毛的。那个时候就有个人讲一句说：“他是不是往我们这边走过来啊？”哈，然后我们就吓到一哄而散。因为我懂，当你走在路上，在等公车、等捷运的时候，有人走过来经过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一个磁场跟一个能量。对，我们每个人都觉得他在看我，就是在看你，你看自己。吓死我！如果每个人都不约而同看你，这真的。而且我们不是在同一个缝隙哦，我们是在就是围篱有很多格，然后你在不同的格子这样。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对方在看自己，所以我们就吓到，我们就回车上，诡异事情就来了，我就开始很不舒服。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像是我一开始一直打喷嚏，停不下来的那种，对，眼睛就是一直流泪这样子。对，我一开始还想说是不是过敏，可是我觉得不合理，就是因为我已经在外面玩这么久了，没有理由就是都已经回到车上。突然这样子，因为如果过敏这种东西都是你刚到那个地方不适应那个水土的感觉，然后才会一直打喷嚏。你是到那边很久，然后一直都在打喷嚏，一直在泛泪这样子。对，只有你一个人。对，那其他人他们以为我感冒，他们讲说你是不是刚着凉？可是因为我知道过敏跟着凉是会胃刮。对，可是你那个时候就是一直打喷嚏，然后一直擤鼻涕，然后眼睛一直流眼泪，然后怎么擦都擦不完的那种感觉。他们就说要去看电影，然后他们还想去看电影。我说那不然我先回朋友家休息，一个人这样子。对，因为他们家蛮有钱的，他们家透天，然后楼上有个房间给我睡，这样。而且你一个人睡。对，可是我那时候只是以为我不舒服，到他家我开始休息的时候，又有新的症状，喉咙的这一块有一种异物感。然后我那天就想说，我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可能在发炎。我好像是先催吐吧，我就想说去吐，我想说是不是我有吃到不干净的东西。对，吐吗？对，你会这么做？对啊，因为我就想说，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你可以示范一次吗？很丑打这边就这样，就是真的是这样，然后就像对。对，然后我就手伸进去压，然后就是去马桶吐。但是很奇怪，就我那天晚上其实是吃烤肉，
然后我也吐出来是蔬菜，太可怕了。照理来说应该要吐出一些东西，但我就是一直干呕，越想越觉得不舒服。那我就吃了黄包，吃了止痛药，再吃一个胃药，这么多，就我就一口气吞下去。我就想说，不知道是什么症状啊，就想说吃吃看。这不好，我觉得对，要跟大家对讲，要尽量不要混着吃。吃完之后，我就想说，那我赶快洗个澡休息。躺在床上的时候，喉咙的肿胀感越来越明显，不知不觉的就是有点昏睡过去。然后我在昏睡的时候，冥冥之中看到有一个女生，她头发是那种披头散发的状态，然后就是这样掐着我的脖子。你说你躺在床上的时候，有人这样子掐在你的，对，这个感觉就跟我喉咙的异物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变成是，不好意思，我碰你一下，你是这样子加上这样子。对，就是这个，就是你们想知道这种感觉的话，就是把拇指往这个地方，然后用力压下去。啊，好不舒服哦。就是这种感觉。在梦里面，我看到这件事情，我就吓到，然后我真的是挣扎一下，我起来之后，然后我就觉得会不会是撞鬼了？然后我就去我的书包一直翻，翻什么？干妈以前有给我一个符之类的，对，她就是给我一个妈祖的那种金牌，把那个金牌拿在床上，那我就跪在床上，对着窗户外面，我就跟他讲说，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如果有冒犯你的地方，我真的非常不好意思，但是不是我要去的啊，是他们说要去的啊。你如果一定要找一个人发泄的话，你去找他们，不要来找我好不好？我想说，我跟我又没关系，你干嘛来害我？这个人好真实哦，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啊，因为没办法，因为已经走投无路了。然后我想说，他们应该是军人，应该比较勇，对，真的是勇，真的是勇，他们应该撑的。我就这样子说完之后，然后我就虔诚的就是拜了一下，而且我头还有碰地板，我就把那个金牌放在枕头下面。很夸张的是，我放在枕头下面以后躺下去，我就马上睡着了，而且是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是怎么样睡着？是那种无意识直接睡着那种，就是真的无意识直接。你想说一躺床不是那种可能还需要放松一下、转一下手，对。可是你那一次是直接躺下就睡着，就是一觉到天亮。我那个时候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忍受不了的状态下面，我就会开始怀疑说我会不会死掉之类的这种感觉。到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甚至有点怀疑，想说昨天晚上我那么不舒服是不是真的？那我想请问一下，你那时候刚到台中朋友家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你朋友说呢？有，我有跟他讲，他们后来回来，但他们是睡别的房间。哦，你们是4个人都睡在那一栋里面啊？对，只有你睡一个房间，然后其他3个去看电影这样子。对，那原本的屋主呢？你有没有跟他说？啊，我记得了啦，他在看电影的时候，我问他说我很不舒服，然后他就说脚吃药。哦，所以呢，屋主是你们4人里面的其中一个人这样子。对，请问一下，那栋房子里面还有其他人吗？他的爸妈吧。大家好，我是子峰。然后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我在马祖当兵，蛮恐怖的故事。怎么样说的是恐怖呢？是有关于到生命危险吗？生命危险应该不至于，但是就是我觉得算有。我们的营区是在一个像是悬崖的山边，可是它完全没有护栏。有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有那个什么经理库房，然后我们的经理库房在我们营区的最底部的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像大货场。你门打开，然后里面就会有很多琳琅满目，大概就是超高的那种。很多琳琅满目。对，就是比如说衣服、S 腰带。那一次的事情是发生在我们要准备高装检的时候。请问什么是高装检？我没当过兵啊。高装检意思有长官要来视察装备是不是都在一个盘点库存之类的那种概念。对，然后他要确定可不可以用，不然哪天可能突然间真的打仗了，然后你发现干卡弹手，这样就死定了。因为我那时候是参事，参事就是管所有的看得到的物品跟不动产。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凌晨1、2点，然后我就要跟我的一个班长盘点经理库房，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要在这么晚的时间去看？对啊，为什么？高装检就算是蛮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一定只能在晚上做吗？那时候也有这样想，但是班长就说能趁现在没有什么人去借装备的时间，我们就赶快。这样是最好的。对。不好意思，我打岔一下啊，先把冷气调一下，我觉得好冷哦。这样才有鬼故事的气氛。太冷了啦！会不会是别的？凌晨1、2点检查，然后呢？我们班长就说他先去拿纸本资料，然后我们经理库房下面是完全没有路灯的，暗的程度就是像我们现在3个人靠这么近，但是我是看不到你们2个人的这种暗。这么暗，这样要怎么清点呢？就我们就要拿自己的手机开灯，但是在下去之前是完全没有路灯，仅存手机的那个光，确实也有生命危险，因为一个不小心你可能就跌到悬崖里面，一下去就基本上找不到尸体。哇！我那个班长就跟我说，就叫我先去经理库房里面，然后他先走，但是他去联合办公室拿资料啊，他就先把那个给拉下来的原因是怕有查哨的人如果进来看，发现有人没有在正常作息时间。可是那不是都是他特意叫你去检查，然后又
不能让人发现你在里面，那很妙哎。就军中就很多很奇怪的事情。还是他是想跟你干嘛？那应该不会吧？反正他那时候就把经理库房铁门拉下来，我就在里面开始点。3到5分钟过后，我就突然听到那个铁门就砰砰砰，他就在敲3下哎。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啊，是班长要跟我讲什么？我想说啊，直接喊就好了，这隔音效果又没有很差。然后我就在经理库房里面喊说，班长怎么了？然后就沉寂一片，突然没声音，然后就又砰砰砰，然后我想说。到底是冲他想，不可能这种就是在这种时候玩这么无聊的游戏。然后我说班长别闹了，又安静一下之后又砰砰砰，然后我想说靠北怎么办死定了。然后但是那个铁门因为我没有遥控，它又只能从外面开。那你就被锁在里面了耶。对，那时候就在里面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那个空间你可以想象你在类似停车场讲话是有回音的，所以那个砰砰砰回音是在整个空间，你当下听到的声音只有那个砰砰砰在里面，还有回响，在里面我真的是人生走马灯，很无助感觉。非常无助，而且那个砰砰砰的声音是真的很大声，你可以想就是在楼下有人在开铁门或关铁门，在拿东西的时候的那种声音。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站在铁门最旁边的一个角落，然后我就在那边等，然后爸真的还没来。他敲了3次之后，我喊了3次，他都没回我，我也不确定大概过了多久。突然间铁门就打开，然后就看到我班长站在外面，然后我班长就说：“你怎么还没有开始整理？”我说：“你刚刚有回来过？”他说：“他现在才回来。”然后他拿了一叠资料给我，他说：“班长刚有发生一些事情。”然后班长就说：“好，先不要说，那我们先上去。”他大概知道什么样该，然后军中都会这样子，就是先不要讲。更可怕的来了，他这样讲完之后，班长也知道我当下心情可能没办法好好的跟他盘点。他说：“没关系，让我们先去办公室。”那因为我刚刚有说外面的空间是很暗，所以我们就拿手机的灯。不知道你有没有不小心踩到别人鞋子的那种？你会觉得有一个凸起物。那像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在新训在练左转右转的时候，会比较常踩到人家的大头皮屑，所以你会知道你踩到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很可怕的点是，我班长有抽烟嘛，所以在很暗的地方就会看到一个红点。然后我班长走在我前面，所以在很暗的环境，它有点像鬼火的感觉。那时候我班长就走比较前面，我就拿手机开着灯对着班长的那个烟头去走，然后走着走着脚往旁边踩一下之后，我踩到一个大头皮屑。哇，是在仓库里面吗？是在外面的？对，就已经要走跟我班长回联合办公室了。的路上。对，因为很暗。那怎么会有脚？对，我那时候踩到，我以为我踩到我班长，因为当下我已经脑筋蛮空白，然后我就班长不好意思，我再往前看说，对，班长不是在我前面吗？我刚左右踩到那个东西，然后踩到人的时候就可能这样压一下之后会起来，他就不好意思，然后但是这样子不好意思起来之后，我想不对，班长不是在我前面吗？然后再踩下。就我下一次把踩一下，不是什么，叫你吓我，突然变攻。那时候踩到之后，我就把我的脚缓缓的往下放。我想说，如果真的再踩到，那可能真的是人，但是再往下放的时候就空了。而且在那个环境，你穿军靴走路一定会夸夸夸的声音。然后我说靠北，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当下就又更紧张，然后我就很快步的往班长的方向前进。这个地方是停军中的车，负责载长官的车叫轻展，就是比较小一台。对，然后它前面会有一个玻璃什么的，就是你平时可以看到。然后那时候就走，我班长就突然说，你帮我看一下车辆数量对不对？怎么突然白点车啦？没有，因为那个灯照过去其实就看得到了。对，就是可能边走这样边看。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就只是看手机灯光照过去的时候，大概第1台、第2台的驾驶座位置有人在上面。那个晚上我真的觉得他们可能要把我带走。就我连续遇到这3件事情，一看到之后我就马上转过来，爸，我好像就是有看到那个，就如果有看到都要称学长或学姐。对，然后我就跟班长说，爸，我刚好在车上看到学长。然后就上去之后，我们班长在跟我讲，他之前也在这边遇过这样的事情。我们那个营区其实是之前战争时期被流弹炸出来，经理库房跟停军用车的地方其实就是乱葬岗的概念，所以那边就比较容易会有以前的学长姐会在那边照顾我。他真的是蛮照顾我的，我快被吓死。我就很学人是我们两个动作一模一样。怎么？而且我刚3步子就会这样子。无形之中，他讲故事讲到一半，我就这样子，就开始这样子。我想说我在干嘛？完蛋，已经被上身了吗？没有啊，没有啊。好了，像这集就是我们陈伟还有我们的芷峰分享他的鬼故事，然后下面左上角有芷峰跟陈伟的 IG 可以知道，拜拜。这集真的就是起鸡皮疙瘩一集哦。我有听说起鸡皮疙瘩就是有一种频率，是他知道你在讲他，然后他让你感应到的。对，所以有人说讲鬼故事也要挑对地点，就是
尽量，比如说像他去卡多里那种，你在卡多里讲，就会很多好兄弟来听，因为他们也喜欢听别人的故事哦，别鬼的故事。有一次站夜哨也是这样的状况，那时候是站3点还5点的哨，最讨厌的哨，这很烦，而且马祖很冷，就是棉被拉开像直接进太平间的感觉，而且一定要先暖一下里面这样。对，然后但是有时候站哨就是进去之后是暖的。不是，吓死，太可怕了！洞山六，你刚刚帮我温暖过我的床哦。